大半夜不睡觉瞎闹腾，别理他。我看看。哎，走，咱喝酒去。走吧，我看。哎，咱走。住手！快放开他！带走。七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乔武恐怕是被人故意放出来的，你小心一些，夜里别睡实了。我就在外面盯紧线。多谢你。给母亲请安。秀儿，你眼睛怎么肿了？哦，可能昨晚没睡好。怕是哭过了吧？应该是为了七妹妹的事吧。宜秀向来与七妹交好，如今出了这档子事，连我心里也不安。衙门已经在审这个案子了，七姑娘若真是无辜的，很快会被放出来的。玉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啊。哦。昨天晚上又偷偷溜出去了？没有。你房间里都没人，你当我不知道啊？是不是又去见那个林茂了？你听娘一句劝吧，这林茂绝非良配，为娘的不会害你。即便你不愿嫁到公主那儿，娘再给你找个好人家，一定把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。娘，虽然您平时对我很严厉，上次还逼婚，但在我心里，您一直是一个好母亲。你突然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七妹妹对我而言就像亲妹妹一样，所以我不希望你们受到伤害。我看你啊，担心七妹妹，都把自己担心出毛病来了。这几日，你就在房间里静养吧。送六姑娘回去。走吧，六姑娘。殿试在即，这个时候你要离开。家中来人说母亲病重，我得回去看看。你孝心可嘉，但此时分心，怕对应试不利呀。见不到母亲，我心难安。殿试，学生定会竭尽全力，不负老师期望。不负的是你10年的苦读和抱负。请老师放心。舅舅，三外甥，实在没办法了，只能找你了。母亲怎么样了？不是我大姐，是七外甥女啊。你们记住了吗？慎远，怡宁的事我已经知道了。走吧。谁跟你说的？姐，我说的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你做的对，我自己也想说，但怡宁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让告诉你。父亲在哪儿？在书房。怎么了？我要请他写一样东西。申远，怡宁是冤枉的，你一定能救回她吧？我努力。大娘子，连红那丫头挨了几板子就晕过去了，但她坚持说什么也不知道。看来六姑娘是没什么事啊。最好如此。剩下的河豚毒呢？都藏在陈府别院里呢，要赶快处理掉啊！是。乔武这个人真是，
怎么连个小丫头都对付不了呢？做完尸首后，已经有衙役上报了。现在要是再想出手，怕是难了。那乔小娘的尸首，也还是没有消息。没有，而且听说即墨轩的那位回来了，只是一盏茶的功夫，又匆匆走了。他不是去孙界的书斋了吗？为什么突然回来了？不会是为了那个丫头回来的吧？他要是把那个丫头弄出来了怎么办呀？陆侯，谢谢您让我回来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无以为报。啊，奴婢甘为您做牛做马。你该庆幸，在这世上还活着的人，只有你见过他。谁？当年你逼死了我的梅梅，这么快就忘了？那个野丫头，她不是掉下悬崖摔死了吗？宋子玉，你最好求神仙保佑她还活着，要不然你的下场会比现在凄惨100倍。可别让我失望。侯爷，七姑娘以杀人罪被关进大牢了。好好看看。不是。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你胡说！说实话。真的不是。带下去，关起来。是。走。赦妹之案疑点颇多，所涉皆罗家人。我父亲为罗府家主，他立书作保，恳请府尹大人准罗家保释赦妹，再详查此案。罗府救人心切，本官可以理解，但杀人重案，且人证物证俱在，不可作为家事了结。乔小娘的尸体失踪了，请问府尹大人如何断定？如丫鬟所说，她是被毒死的。凶犯狡诈，欲毁尸灭迹。可当时赦妹已经入狱了，或可指使他人而为。指使何人？可有线索？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府衙查案，在定罪之前便无法扣押任何嫌犯了。失礼了，赦妹出事，晚辈过于心急，可如今被害人都找不到，凶杀何以成立？昨夜之事，想必府尹大人已经知晓。若赦妹蓄意谋害，又为何险遭灭口？昨夜牢里之事，罗省员这么快就知道了？消息真是灵通啊！事关赦妹性命，晚辈不敢大意。若府尹大人想要查清此案，那赦妹必不能出事。我愿以所有身家性命作保，恳请府尹大人成全。启禀府尹大人，陆侯他进了大牢。谁干的？侯爷，是谁伤了他？回侯爷，是犯人乔武，现在已被锁在刑房。你们两个
去把自己关到刑房里去。是。妹妹，妹妹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不是疼的。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不是梅梅，你放开我！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是梅梅。我知道你恨我，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，你给我一次，就一次。我不会跟你走的，骆侯爷，这里实在是简陋，不适合您身份这么尊贵的人过来。你，陆家轩，你干什么？你放我下来！你终于肯叫我名字了，你放开我！妹妹，我会保护好你的，啊！你疯了！陆侯，您不能带走犯人。告诉府尹，人我带走了，有任何事情到安北侯府来找我。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陆家轩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把人放下！三哥，放开我！又是你！我已保他监外候审，不劳侯爷费心了。放开我，三哥，你放开我！今日我要带他走，谁挡我，我就杀谁。在下奉陪。不要，三哥，不要，不行，三哥。若是你今日伤了我三哥，我不能替他复仇，我便以死相随。若有人出事，陆侯想清楚了如何交代。我已经说过了，让他到安北侯府来找我。你放不放？若是你不放，今夜我就死在这儿。伊宁，你有人命官司在身上，罗府护不住你，我可以。我没杀人，不需要你护着我。我只需要你放开我，放开！不该自己去找乔小娘的，还疼吗？救我的人也是三哥的眼线吧？他们也没做好，让你受惊了。姨娘，姨娘。七姑娘应该是撞到脑子了，才会眩晕。老夫这几针下去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回头再让人送几丸活血化瘀的药丸来。多谢李大夫。啊，有劳李大夫了。啊，好。有劳了。哎，请。母亲，谢谢您一直以来这么相信我。其实这次，你父亲也很护着你的，他特意不让人去找尸体，还写了植保文书。那个大娘子啊，辛苦你照顾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多谢父亲。你好好将养着，其他事情你不必管。你也出去吧，
处在这里做甚？没想到，还真让罗慎远给接回来了。但听说七姑娘被乔武伤到了头，回来时已经晕了一回了。那丫头从小身子就不好，也不知道伤得重不重，别哪天一犯晕，掉进水里去了。看着够呛。走吧。姑娘，你这才好些，还是别在外头多走动了。我这几日被关得憋闷，想出来透透气。姑娘，回去吧，风大了，别又受寒了。我出来才没多会儿。哎，我记得我出来的时候带了个手帕，这帕子呢？姑娘别急，我去找找。赵妈妈，果然是你。看来大伯母还真是心急啊，如此不择手段。七姑娘，您说什么呢？老奴不过是看七姑娘站在池塘边有些危险，想要扶您一把。这还用得着你狡辩吗？你派去陈府别院处理东西的人已经被我抓了。母亲，您为什么要罚莲红啊？他没看好你，当然要罚。秀儿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大可跟母亲说一说。陈大娘子，二爷那边请您和大爷去一趟澄净堂。知道了。是。把人看好了。是。余秀，我大姐、七外甥女、三外甥，还有你爹娘，都面色难看的往澄净堂的方向走了，怕是要出大事啊！会出什么事儿啊？许是跟七外甥女的事有关。我不敢去。余秀，无论你娘做了什么，都与你无关。你是个本性善良的好姑娘。此事人命关天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快开门！快开门！快开门！怎么了？那儿有人！来啊！哎呀！大哥，大哥，这边。怡宁啊，在牢里没受什么委屈吧？多谢大伯母关心，还好我命大，没死成。有人想要杀我灭口啊！怡宁，有人要杀你，怎么回事？那日有人买通狱卒，派乔武来杀我。乔武？这不是应该叫你家五姑娘出来问问吗？
把我们大房请过来是为何呀？我姐姐深信我杀了乔小娘，我进了大牢，她必然认为我会被定罪。只有真正布局陷害我的人，才想要杀我灭口吧？大保姆，我说的对吗？不过，这又与我何干呢？因为真正想要杀我和乔小娘的人，不是别人，就是大保姆。这孩子进了趟大牢，肯定是神志不清了。依宁啊，讲这种话是要有证据的。我就是证据。有些人盼着我死，可是偏偏我根本死不了。快滚！哎呦，好痛！罗一鸣，你这戏未免也太过了，你要把我害死呀！小娘当然得死了。若小娘不死，那幕后之人怎么知道自己得逞了呢？你答应我的事情，你可不能忘。只要你愿意指证陈兰，也就是被利用的从犯，最多就是判几年刑，出狱之后还能与吴姐姐和轩哥团聚。我只是希望别连累了我2个孩子。我回去之后就会向母亲请求，将他们过继到母亲名下，日后他们就是罗府2房的嫡子了。好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，我死而无憾。想当年你陷害我，用河豚毒毒死了顾明兰，之后又想用河豚毒害死我，牵连于七姑娘，让别人觉得七姑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一箭双雕啊！这一招真的是狠。你这个被发落到田庄的罪人，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话？当年顾大娘子怀有身孕，你趁她产后虚弱，在茶叶里放了毒。这就是事实，一派胡言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谁也不许动，让他说。当年的茶叶是二爷带回来的，并没有过到你手里。当时的罗府由我管家，你经常派人暗访我的仓库看守，在那个时候我就对你起了疑心。直到那一天晚上，你派人灌醉了爱喝酒的仓库老妈子，还让赵妈妈到仓库里下了毒，被我看见了。之后你就暗自提醒我，若是顾明兰死了，对你对我都是天大的事情。分明是你自己想要谋害正房，取而代之，怎么就污蔑到我头上来了？哼，谁会信你这派鬼话？当年陈府的河豚宴，你可是派了山东的厨子特意来的。你就是在那个时候拿了河豚的毒放在你的手里。厨子呢？河豚毒呢？都在哪里呀？就凭你一张嘴巴，信口开河？让白管家把人给带上来吧。松枝都招了，他双亲的死期都在你的手上，所以他迫不得已
才去诬告了怡宁，而赵妈妈想要趁怡宁一个人的时候将她推进池塘，可惜了，被我抓了个正着。姑娘，奴婢对不住您，您对我这么好，但是我父母都是陈大娘子在外头庄子上的老奴，他说我要不听他的话，就打死我父母。你再敢胡说八道，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不关大娘子的事，都是老奴干的。大娘子她毫不知情啊！那好啊，你倒是说说，你跟顾大娘子还有怡宁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，让你这样加害她？那是因为顾明兰，她对不起我们大娘子。看来不是你一个人做的。大伯母，这样东西你应该很熟吧？这是从你那儿找到的河豚毒。你说是我的就是我的，这明明是你们合伙栽赃陷害我。我可以作证，这瓶毒药，这河豚毒确实是我母亲的。我还偷听到，是我娘让张妈妈找人杀了怡宁。给我住嘴！娘，你收手吧，不要一错再错了，娘。我是怀胎十月，跨过鬼门关把你生出来的亲娘啊！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娘，我一点都不相信你就是杀人凶手啊，娘！你这个不孝女，走开！娘，我也不想相信你是杀人犯。大伯母在我第一次去看乔小娘的时候就动了心思吧？那马就是你下的毒，就是为了不让我查清楚我母亲的死因。当时乔小娘还咬死不说，虽然我查清楚了河豚毒，但厨子已死，没有了证据，你也就按兵不动了。直到杨娘子出现，又升起了你往日的怨怼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设下的一个局。那你回府生病，应该也是为了引我露出马脚吧？我生病，倒是真的，只是我没有想到大伯母竟然如此心急。毕竟大伯母是我见过最耐得住性子的人了。你简直是丧心病狂！是我丧心病狂，还是他顾明兰丧心病狂？他害死了我的大郎！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当年明兰看到你因为大郎伤心欲绝，所以她才好心找了最好的大夫，做了最后的尝试。可是大郎那时候已经病入膏肓，可他的死与明兰有什么关系？可他明明说那个大夫能治好大郎的病，但最后大郎还是死了。他还那么小，就死在我的怀里。大郎也是我的孩子，他的死我也很痛心。可是你不能因此加害于别人。你不要在这里道貌岸然了。罗成文，你对顾明兰那点心思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只可惜啊，你在心里放了一辈子的女人，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污言秽语，胡说八道！大嫂，望我这么多年一直敬重你，你竟然信口雌黄，最后的体面你都不要了。
二弟，我有人证，罗依宁，她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！胡说八道！你闭嘴！你休要死到临头了，还往我母亲身上泼脏水！这女人已经疯了，赶快送衙门吧！白管家，把她给我关进禁堂。对，赶快把我送进衙门，拉去公堂。你们不让我在这儿说，我去公堂上说。把她堵上！你们这些罗家的丑事，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。谁敢拦住我，我就闹得天下皆知，让罗家所有人再也没脸走出这个门。你来做什么？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愿言配德喜，携手相降，不得于非喜，使我沦亡。司马相如的凤求凰，你既然敢写，为何不敢交给他呢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那封信？你见他因乔小娘郁郁寡欢，是想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那般，跟他私奔是吗？你说的没错，那封信的确是我写的。可是，它跟明兰无关，跟依宁更没有关系。明兰堂堂正正，依宁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你为何要加害于他们呀？明兰，这名字你叫得好亲热呀！自我与你成亲以来，你从未唤过我的名字，只把我叫做大娘子。我为你生儿育女，我为了你不顾娘家的白眼，可到头来，我什么都不是。陈来，你说的没错，此生是我负了你，也是我害了明兰。跟我去县衙自首吧。我不去。你为孩子们想过吗？若我被判刑，宜玉和宜秀今后怎么找到好婆家？还有我的山歌，今后如何寻得好前程？你怎么不为孩子们想想啊？那你在做恶事的时候，你有考虑过孩子们的前程吗？你口口声声说为孩子们考虑，你是真的为他们着想，还是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心在做遮掩？我呸！道貌岸然！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姑娘，您还是先回屋吧，您的伤还没好呢。
你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我这次的确是故意让陈兰出手的，知道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定会置我于死地，这样才能找到他作恶的证据。你还专门挑了一个祖母进山，不让他担心的时候，真是煞费苦心啊。正好乔乔娘病重，身边无依无靠，现在的确是最好的时候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乔小娘中途反悔，或者说你就没有命走出大牢，怎么办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总是要搏一搏的。只是我这一次实在没有想到，这件事情也让你知道了。你本来在准备电视，这样突然跑出来，孙先生会生气吧？我自己会处置，别吹着风了，进去吧。三哥，怎么了？陈兰说的不对，我母亲不是那样的人。她当然不是那样的人。三公子，七姑娘，二爷让你即刻去澄净堂。我陪你去。三公子，二爷让七姑娘自己去啊，丫鬟们也不必陪伴了。我自己去。少安，公子，去舅舅那儿取一颗保心丸，备马上山。是。怡宁，过来，坐。你说，当年明兰离开过别院？回二爷，是的，回来不久就发现有了身孕。我当时听到郑妈妈劝大娘子舍了这孩子，可大娘子坚决不同意。郑妈妈担心孩子出生月份不对，怕二爷起疑心，便偷偷去买了催生的药，算好日子将孩子提前出生的。你是产伯，你说，当年孩子是否足月？那孩子看着像是不足月的，可是郑妈妈坚持说是足月的，我就想，那也许是先天不足吧。是否服用了催生之药？确实服用过，另外还加了丁香、麝香，较以往的催产丸呀，但是药力大了不少啊。二位可知道，冤枉罗家大娘子的后果是如何呀？二爷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敢向真人菩萨发誓。如今你找来2个人说当年之事，怎么知道你不是在诬陷我母亲？你母亲一死，他院子里那些老仆全都四散了。老夫人想留郑妈妈照顾刚出生的你，她都决然离开了，这是为什么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白管家，二爷有何吩咐？去请郑妈妈，要快。是。带走。是。官人，陈兰谋害顾大娘子，又冤枉怡宁。你一个田房，倒还挺庇护人家原配的啊。田房怎么了？
你个疯女人，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没有诬陷顾大娘子？哼，到底是我诬陷她，还是她自己不干净？不如你们看看这封信吧。这可是当年罗成文亲笔写给顾明兰的信。顾明兰就是有这个本事，能让所有男人都围着她团团转。可惜呀，你大伯父有胆子写，却没胆子送出去，最后被我找到了。一派胡言！这信是大伯父写的，与我母亲有何干系？我母亲又没有做错事。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？我怎么胡搅蛮缠？若不是你母亲招惹，你大伯父怎么有胆子去对自己的弟妹动心思？我们罗家的脸还要不要了？你给我住嘴！大哥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罗成文对天发誓，我跟明兰绝对是清白的。二弟啊，我们3个一起长大，我是倾慕于明兰，但是明兰并不知道我的心意。当年母亲把明兰许配给你，我就已经断了这份念想。只是你后来因为妾室辜负了她，我心中有愤，才写下了这封信。哼，总算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。够了！你们2个这么多年都把我当成傻子。二弟，明兰绝对不是这样的人。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你还不信任她？那她这辈子算是错付了。住口！罗成文，你有什么脸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就不配当我大哥？父亲，谁是你父亲？谁是你父亲？二爷，真没想到，我上山了一趟，府里竟出了这么多事。那接郑妈妈的人去了吗？啊，已经去了。好，接到郑妈妈以后，千万不要声张，把她放到我房里去，我有话要问她。是。